这个影片不是介绍车了，而是真正的试驾路线，是一趟真正可能会遇到塞车、上坡下坡、乡村小道的长途。我们开着 Chery Super Hybrid 的 Tiggo 7还有 Tiggo 8 PHEV 从 Bamboo Hill 出发，一路跨过 Karak Highway 到关丹、Kuala Terengganu、Gerik、Penang， 再回到 Bamboo Hill， 总里程超过1200公里。这个不是实验室的数据，是我用这 Tiggo 7 PHEV 实实在在跑出来的距离。我也对天发誓不会有任何的作假，因为由我见证，油盖还有充电口都完全被封闭，直到我们回来 KL 为止。所以我可以大大声声的说，我是用这 Tiggo 7 PHEV 实实在在的跑出来的距离。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只讲一句话，值不值得你每天开？这里说还可以293 km，Google Map 讲了我还有327 km 到 Bamboo Hill， 到底可不可以做到1200公里呢？好紧张，好紧张。大家好，我是艾德，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名，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乱拍系列啦。今天非常感谢 Chery 呢邀请我们媒体试驾第2轮啊。之前的媒体试驾了1轮呢，他们做了1200公里左右的 challenge。今天呢就到我来挑战一下，能不能一桶油走1200多公里啦。我们总共有3天2夜的这个里程啊。第一天呢我们会去Terengganu，第2天就会去 Penang， 然后 Penang第3天再回来 KL。总共的里程呢是超过1200公里的。那这次你会看到我们的所有的车的油盖都是粘着 sticker 了的，就是代表我们不可以偷偷的打油，也不充电哦。谁可以做到，然后就有奖金哦。听到这个奖金之后啊，我更加的精神了，更加的想要不踩油门。等一下我们打算走60 km/h。这次3天2夜的里程哦，这个路程呢是非常挑战的，有山路，有高速行驶，有市区驾驶，全部综合到完了。然后我们每辆车上都坐3个人，今天我又是跟阿信哥1号车，我们是唯一里面是红色的，所以是5023啊，做个记录啊。然后我们这个仪表呢，现在是0 km 了的 reset 了，我们要从这个 Bamboo Hill 这边出发，我们电量是几乎满的，油也是满的。现在准备出发了，我们去关丹先吃个午餐 ，Let's go。3、2、1，出发！这次身为 Car Number 1， 唯一一个红色的 Tiggo 7 PHEV， 接着 Car Number 2、Number 3、Number 4、Number 5全部都在我们的后面啦，所以我很幸运的跟着 Lead Car， 我们即将会前往 Karak Highway， 是我最想要测试混动的地方啦。连续上坡弯多，车速的变化又大，所以很容易测试到这个 PHEV 的系统调教。在这里 Tiggo 7还有 Tiggo 8的 PHEV 的感觉很一致，电机介入的非常自然，不会突然一冲一收的。当然，我为了做出最好的油耗，我并没有一直超车，唯有乖乖的跟着Lead Car啦。所以你看我们去到什么样嘞？现在我即将要播放Sim哥流失影片，嘿嘿嘿。我永无悔，可永是爱你的雪。我最想感动了谁？用音乐让回忆纠结，还在月光下完美你放学，纷纷眼泪，我等待苍老了谁？沉醉微醺的岁月。我们来到了关丹科阿曼 Kopitiam 吃饭了，现在是2点钟下午，我们一路保持着100 km/h 以下，我们要拿到很好以后，因为要赢3000块，有点艰难。我不习惯驾这样慢，不习惯做这样慢，但是没有办法啊，终于可以吃饭了，我们去 Let's go。这个就是最著名的拿西达杠啊，这是鱼肉配这个饭，真的是 very good job， 很好吃。大港饭，那是大港饭，大港饭。哇，蛋的。带炒饭 good。老实说，真的挺好吃，但是难度来了。吃饱了之后还要开长途，这个时候很挑战哦。当所有的队友都在睡觉，而你正在开车，可以啦，幸好前后都有车陪着我啦。所以我们一路开了2个小时左右，到达服务区休息一下，来杯果汁。又是到艾尔纳的时候了，这条路很好走一下的，又直又长。这辆车有 ACC 跟车吗？你就开着不了，手就轻轻扶着那个方向盘，我就跟着前面的 Lead Car 了。一直会它会哪个地方？对，这个上了啊，这个是会跌的，然后这个跌了啊，这个会上的，它是会一直换哦。我有时候去到0嘞。对，我也是。去跟巴嘎是吗 ？After that。
还要1个半小时，94公里，瓜拉登干路真的远。所以为什么之前我要去热当哦，我选择坐飞机是对的。那原本呢，我这个 car number 1应该要跟着 lead car number 1的，结果就是因为 car number 3的来自 Auto 123的 Jaden 啊，他就没有停服务区，他就直铲。结果我们出了阿仁那之后呢 ，lead car 呢就要去追他们，剩我一个人的时候，哎，那个脚还是不听话，越跑越快，然后我就没有听到 walkie talkie 讲了，要去到最后一个兜才出兜，然后我呢就跟着 GPS 进了这个瓜拉登干路的头，路程呢肯定是比其他车走得更短，可惜我吃亏在哪里？我走了小路，然后我经过了很多红绿灯，然后我又中脚了一点，跟着一辆红色阿夏跑。虽然我的路程呢比其他车还要短，费的油也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这辆车是最幸运的，可以沿着这个海岸，看着这个漂亮的东海岸。我们的晚餐就在瓜拉登干路吃一干巴嘎，跟着 Uncle YS 还有其他的各大媒体，还有喝着这一杯奶茶，很肥哦，很好吃，很好喝。我们现在吃饱了，我们要回酒店。这里距离酒店才15分钟。我们竟然住在机场隔壁耶！这种机场在隔壁这样罢了。check in。今晚我们一起睡啊。OK， 那我帮你按摩。看一下我第一晚的房间，厕所就有分2间啊。这是我一天的狼狈的样子。来，然后有2间分开，然后还好有一张工作桌子，可以在那边工作一下。这个一张大床，又是我一个人一间房啦。各位有一点紧张哦，情况不一样，因为我的 range 现在是在600多，油耗就稍微比人家高，人家全部都做3.3、3点多，我就唯一一个在4.5，紧张没有？我的 range 还有600多嘞，他们都是在700多、800嘞，所以明天就是关键时候，尤其是明天我们要走格林那个野生大象那条路，然后它是一路都是上岭，然后去到差不多到 Bolum 的时候呢，它才是下岭的，所以那个很关键，能不能移到这3000块，就要看明天最关键的，因为它是很长的。好 ，Good night everyone， 第一个晚上，明天再见。Good morning everyone， 早上的8点钟，我们在瓜拉登干路的酒店准备出发。早上看了一下它的定位哦，我们现在出发呢要前往 Perai 啊，所以我们要经过那个 Royal Ballroom 那条路哈，我们叫什么东西大道吧。行程呢大概要走427公里，6个小时47分钟。李树这边说还可以走669 km，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挑战了400多公里，7个小时左右。现在到 BH Petrol Sungai Mas 油站这边的厕所，竟然是要脱鞋的，还要穿拖鞋。然后我们进去厕所，好特别。下一个镜头没有得看了啦，拜拜。现在到我家了哈，现在我们从这个不知道哪里，我又要去不知道哪里的地方。我们在麻将，麻将。然后我现在要去到那个滴滴王社的 rest stop 啊，就是之前我们沙嘎Media Drive 去的地方来的哈。现在呢，我走了580多，差不多590了啊。我们的油缸哦还多过半桶，然后我们的平均油耗是3.9 liter per 100 km。这辆车的马力综合马力可以去到280匹左右啦，然后365个牛顿米的扭力啊，其实这个数据是蛮惊人的，它是1.5 turbo 带一个18.3 kilowatt kWh 的一个 battery 啊，所以很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这样子驾驶了，它是在低速的时候是用这电，我们当它这个电动车来加就好，那个引擎呢，你就可以进入 HEV mode， 然后引擎来正把它充电。当然，如果你是在城市里面驾驶的时候，它的电量是不会少过23左右的，它电量会维持在23、26、27这样子啊。然后，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走更长远的话呢，家里有那个 tripping plug 也好，你有那个 wall box 也好，你去到任何的 shopping mall， 你也可以去充一下电哦。然后纯电行驶的情况下，它可以走大概90 km 左右。我觉得是挺不错啦。如果你想象一下，你每一天都有在家里充电，然后你只是上下班回来都不到90公里的话，我觉得你一滴油都不需要用得到，很可能的哦。所以我有一个顾客他买车1个月才打了1桶油，而且你看现在行驶的情况下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引擎的嘈杂声，你就当它一个电动车，你听音乐享受正在驾驶的时候那种顺畅那种感觉。终于走了大概1个小时哦。
然后我已经是连接到去 Royal Ballroom 的那个 resort 的那条路了。也简单来讲，我们这里前往就是之前我来的 Gerik， 有很多野生大象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一路现在是比较挑战的是爬坡。其实最耗油的，除了车起步之外呢，就是爬坡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很关键。OK， 所以我就要看着我的油门去踩，利用如果有下岭的时候呢，就利用下坡那个 momentum 再冲上山，这样子的意思了。OK， 所以呀，这一集影片呢就没有办法做什么操控测试给你们。要操控测试呢，就 Cherry 说下一次会给我一个媒体试驾车来去试。他讲你云顶去带上他讲的。所以现在我们还有64公里才能到 Royal Ballroom 的 Resort 吃一个午餐，所以我会开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1个小时就会去慢慢的细品一下它的左右的这个它的操控，它的车的稳定性。现在的时候呢，因为我的电力量一直在27、28% 左右所以我现在时速60多 km 把握，我有一点少许的明显听到，这个引擎正在为它充电着的，尤其是我现在爬坡。因为我现在用的 Smart 的模式嘛，所以它会好像可能侦测到你在爬坡，那个引擎就会介入但是很安静的，你会只有听到一点点嗡嗡声了。OK， 所以我现在海拔呢是200多米，我正在往上坡，237、238、239米一直在爬坡，所以我们会去到整个班加兰滴滴王萨最高点的阿尔纳停下来休息一下，所以带你们顺便参观一下那里啦。喂，不要跑这样快嘞，我要省油嘞。安哥，我还在我后面哦。如果没有关油耗，我都去了喽。如果没有关油耗，我早就。Lorry coming. Followed by a bunch of cars. Huge lorry ending with a small lorry. 如果你不管油耗的情况下不要像我这样啦，你当做普通驾，它还是比一般车的汽油车还是省油很多的。Speed limit is 90. Speed limit is 90. Speed camera where? After the red car, clear.然后如果你像我这样的速度驾的话，肯定省油很多。但是如果你稍微踩一点，我还是可以接受它的油耗的，是 very 的 good job 的。哇，你看过弯都不错，很舒适啊。这样子太过舒适了，所以它方向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舒适而已咯。我们来到了584米高，开始上坡了，一直在上了咯。我的电量是22%，看来不用油都不行啊，这时候。Yes. Okay, I think I have to overtake him a little bit. 上坡踩一点油啦。OK， 尽量了。OK， 我们已经过了border了，这个就是那个边界线。我们已经进入一波，没看到旁边那个牌写一波，我们去到 Gerik 90公里，没有错。现在我们下山就重回电了啦。各位是不是第一次看我驾的这么斯文呢？你要我省油也可以，你要我飙快车我也可以。我们作为男人能屈能伸。现在我们来到班加兰滴滴王萨最高的地方，它是一个阿尔纳来的，所以我们在那边休息一下，打一下卡，为这辆车写真一下下。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前往 Royal Ballroom Resort 吃午餐。我们的午餐将会在 Royal Ballroom Resort 解决，还是一样，我跟安哥 YS 最快到。Guys， 我又回来 Royal Ballroom 啦。我们看一下我们走了多少公里啦，走了720公里，油桶剩下半桶，464 km， 而且刚刚我停了一个服务区之后我一路上几乎没有用到一滴油因为我都是尽量把它充到36%这样了，我就直接full EV mode 到这里来了。3.4 liter per 100 km， 下山是最棒的。那我们先享受一个午餐，吃了午餐之后呢，最挑战的工作就让阿信哥来开了，我们又要开到2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才能到北海。今天呢，我们很乖我们完全是没有跟任何人的赛跑，我们的油耗也是相当的不错。然后又是我跟安哥 YS 先到酒店，入住酒店休息一下，晚上再出来吃晚餐。走了871公里，然后我们的 range 还有350多是吗？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叫 Price 今晚住这个酒店
可是我们还没有吃晚餐哦，现在才不到5点，所以等一下我们应该晚上再去吃晚餐。还没有开过盖哦，还没有充过电哦，油盖也是还没有开过哦。我们第一个到哎，其他的极致到开60-70 km 吧。1801，我今晚住的房间，哇，今晚的房间真是 best 哦。看它的 scan 那个卡的小例罢了。这个冷气的控制，应该就是冷气的控制啊。这个就是厕所，洗澡分一半，哇，这是烫衣服了吗？好贴心哦。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门来的，咖啡哦，这个冰箱哦。我今晚又是一个人睡了，大房，这个不错，还有 wireless charging 哎，还有一个这么大房间，哇 ，Welcome Adrian， 哇，还有我的名字哎。sorry， 不是 touchscreen 的，我搞什么了？先休息一下，我们晚上6点半出发，冲个凉，睡一个觉。我们现在来吃晚餐，北海海边哦，而且顺便现在看夕阳。今天是第3天，我们现在在北海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去一个 Gen 4的 Cherry Showroom， 然后我们就直接回 KL， 再看多一次我们的里数还可以走多远。我们的平均油耗为 4.3 Liter per 100 km， 然后我们走了881 km， 里程呢这里说还可以走318 km。然后如果我们现在要从这边回到 Bamboo Hill 呢，我们的公里数是340公里，我这里还有318哦。你觉得我可以不打油的情况下直接到 Bamboo Hill 吗？细化买性，很多人还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运作，我们就当它是一个电动车就好。如果想把这辆车开到省油，其实有一个小技巧，尽可以维持在80 km/h 以下。它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电动马达的。当它的电池少过可能23%左右，22%，然后它会启动那个引擎来自动的充回去，我们称为叫 HEV mode。很多人说，如果我买回去，我不充电可以吗？可以，没有问题。它会用引擎来充回这个电池的，它不像 BMW 那套做法，你一定要每天 charge， 它会优先用完那个电池，后再用那个引擎来发动，所以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车特别有力。当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2.0公升的数据咯。在 Cherry Super Hybrid 的情况下，你不会看到它需要0%的，在城市里面价大概维持在26、27，但是至于爬坡的时候呢，它为了使用动力啊，所以我会看到它的电量可以跌到可能20以下。但是我在下坡的时候呢，我已经充回这辆车了的，它是很好玩的东西，也是一个很 advanced 的东西。我们去到一个北海的一个 Cherry 的 4S Center， 其实它已经开了蛮久了，可是最近就装修了，是 Cherry 的 Gen 4 Design。据说在未来不久，全马来西亚的 Cherry Showroom 即将会换上最新款的这种设计。一进到大门，3个大荧幕，中间、左边、右边，儿童玩耍室、顾客的等待区、销售员的签单区、Service Center， 全部都会换上了新装饰。整体的装潢看下去都atas了许多。这里之后呢，我们即将会回到去 KL。现在我即将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不打油，直接到 Bamboo Hill。我的里程现在走了898，那我的这里说还给293 km， 然后我这边 Google Map 讲呢，我还有327 km 到 Bamboo Hill， 所以 range 讲290多，我要走327，到底我可不可以做得到呢？很关键的，你是可以的。只要我去到1200 km 就可以了。要做到不打油的情况下到 Bamboo Hill 只有一种，就是要驾得慢。一路上的平均时速为70 km/h 左右。最挑战就是在怡保山那边爬坡就轻轻踩就好了，越轻越好。过了安洞之后都是下岭的路嘛，我就让它开快一点，就让它冲的速度快一点，然后我再踩一点点的刹车，让它在电能回收。到平路我还是一路上走的电的，因为我的电量是够的嘛。直到它跌到26%的时候呢，引擎才会开来充电。这样子慢慢的滑行啊，我终于滑到 Google Map 还有我的 range 是成正比的。这边还有189 km 的 range，然后我这边还有180公里，我就可以到 Bamboo Hill 了。所以我的平均油耗呢，在高速上面呢3.8 Liter per 100 km， 到底可不可以做到1200公里呢？好紧张，好紧张。1200公里，我们成功活下来了。哦耶！然后我们走了1200呀。
OK，收工回家，收工回家，回家，拜拜。问题来，我们回到基本部有没有？我要跟他们讲，我们需要资源啊，资源。哎呀，我们现在终于到了 Bamboo Hill 安全有多安全给你们看啊！你看我的油格这边是几乎看不到我的里程还可以走多远的，有一点危险是不是？但是我至少做到了1220公里，所以我的平均油耗是4.2 liter per 100 km， 加80多90，跟加100左右哦，它的油耗是相差一个0.2 liter per 100 km 的，是相差不太远，可是你一路长途的话呢，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其实这一趟的旅程呢，非常感谢有 Cherry 的员工啊 ，Cherry 的instructor 们啊，他们都为我而紧张，因为我这辆车呢，其实油耗是最高的一个。因为在第一天的时候啊，他们走路线跟我不一样，他们走直接是 highway 到完，然后我呢就进了乡村小道，路程比较短了一点，就油耗比较稍微的高，因为有走走停停这样子嘛。包括昨天晚上他们就开会就说，我们这样看了1的那个 range 是最低的，我们回来要390公里左右啊，我的 range 剩下340这样不了。到底我们这样看了1做得到没有？结果我们做到了，所以要看你的脚怎么踩。到底你的脚是黄金右脚还是银脚呢？那这趟3天2夜的旅程呢，虽然是有点辛苦，但是很好玩。有这班的媒体朋友，有这班的 Cherry 的 instructor 啊，员工们。所以这个影片呢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拜拜。